日前，俄海军编队对古巴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这是俄海军首次派出搭载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核潜艇抵达古巴，美军派出海空兵力一路紧盯。那么，喀山号核潜艇搭载锆石导弹，在距离美国本土不到200千米的地方释放出怎样的威慑信号？美紧急派出海伦娜号核潜艇抵达关塔纳摩湾，是巧合还是暗中对抗？ Un submarino y dije, coño, paré, ¿no? A una foto y es una casualidad que en La Habana nunca he visto un submarino en mi vida. 6月12号至17号，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停靠在哈瓦那港。这一编队来自俄罗斯海军北方舰队，由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喀山号多用途攻击型核潜艇以及1艘游船和1艘救援拖船组成。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在其社交媒体账号发文表示，这是一次富有成果的友好会晤。访问期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参观了俄护卫舰的内部和核潜艇的甲板。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的军校生和古巴民众也参观了护卫舰。据报道，此次到访古巴的俄罗斯舰队规模大过以往，而美国方面派出军舰和飞机进行密切监视。 古巴首都哈瓦那距美国海岸仅180千米。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此前就特别发表声明表示，抵港俄军舰艇未携带任何核武器。古巴方面可能也不想就此来引发和美国关系的一种过度紧张啊。这种过度紧张可能古巴认为对他自己也是没有好处的啊。毕竟俄罗斯军队现在没有常驻古巴，而古巴离美国如此之近。 有评论认为，俄海军编队高调现身美国后院，与拜登政府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不断拱火，并允许乌军使用美制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等举动脱不了干系，说明双方的后院战略正在形成。俄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贾巴罗夫表示，主要目的是提醒美国，俄不会对受到的威胁无动于衷。 美国需要清楚同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的后果，甚至有必要的话，俄舰艇编队可能会延长停留时间。俄军事观察网则发文指出，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合开展非战略核力量演习，到此次俄舰艇编队访问古巴，都是俄向美国和北约展现的强硬姿态。 当前，俄罗斯在不断加强和巩固本土和周边防御能力的同时，也正展开战略突围。西方，利用北约，实际上在俄罗斯的家门口近距离的部署了大量的军力，频繁的进行军演，甚至于美国可以通过核共享快速的，包括隐蔽的可以向盟国提供核武器，这个实际上都对俄罗斯构成了莫大的威胁。 俄罗斯的这次动作实际上也是一个明显的反制。美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俄罗斯也可以同样做相同的事情。一旦来到了古巴这样和美国近在咫尺的地方的话，无论锆石也好，还是口径巡航导弹也好，都可以对美国本土纵深进行打击。所以它的这种威慑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俄海军这支编队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囊括了从水面战舰、核潜艇到后勤补给、海上救援的多型舰船，不仅能离岸远洋部署，而且具备较强的防空、反舰、反潜和对陆攻击能力。据了解，戈尔什科夫苏联海军元帅号护卫舰和喀山号核潜艇都能够发射的高精度导弹武器，包括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口径巡航导弹和镐玛瑙反舰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在赴古巴途中，俄罗斯海军还在大西洋海域进行了使用高精度武器演习。 演习期间，俄军舰艇对600千米外的假想敌舰艇编队进行了计算机模拟打击。虽然并未实际发射导弹，但相关打击参数已经输入至火控计算机中。同时，戈尔什科夫苏联海军元帅号护卫舰搭载的卡27直升机也升空进行了目标指引演练。据报道，这支俄罗斯舰队预计整个夏天都将在加勒比海地区举行军事演习。 分析指，俄海军舰艇最近距离美国海岸仅180千米，在此点位发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能在几分钟内抵达美国境内目标。无论是喀山号这个核潜艇，还是瓦良格号护卫舰，如果他们只是在
俄罗斯本土周边的水域游弋，或者是欧洲附近的水域游弋的话，实话说，他们上边携带的武器装备可能射程还不足以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但是这样的武器平台，如果来到了像古巴这样的地方，像锆石这样的高超音速武器，理论上是很难被拦截到的。那么口径巡航导弹即使被拦截到，如果它携带的是核弹头，这样的拦截意义也不大。那么一旦有漏网之鱼，一旦有携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命中美国本土的话，那么后果可想而知。俄海军喀山号攻击核潜艇现身古巴哈瓦那港，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美国媒体甚至将其称为美国有史以来面对的战力最强的核潜艇。那么喀山号究竟厉害在哪儿？此次访问古巴对美国本土构成多大威慑呢？喀山号是亚森 M 级核潜艇首艇。从外形来看呢，喀山号绝对是一个大家伙，能够进行反舰、反潜、远程对地攻击、布雷等多种作战行动。艇长120米，艇宽13米，吃水9.4米，水面排水量8600吨，水下排水量13800吨，具有很强的多任务能力。喀山号庞大的身躯让它可以装载非常多的攻击武器，将其称为水下武器库也不为过。据俄官方披露的信息，喀山号整个武器发射区域分为2个，一个位于艇体前段，另一个位于指挥塔围壳的后方。喀山号艇体前段两侧对称布置有8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多种鱼雷和潜射导弹，包括 UGST 重型鱼雷、口径系列、反舰、对陆攻击巡航导弹、91R1反潜导弹等。在指挥台围壳下方的鱼雷舱，总共可以储存30枚鱼雷和导弹。喀山号指挥塔围壳后方的武器发射区域则布置有8具模块化多用途导弹垂直发射管，可以装填2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或镐玛瑙反舰导弹。那么，如果装填口径对陆攻击巡航导弹的话，数量则可以达到32枚。据说它还可以发射 KH-102核巡航导弹的潜射型号，而其中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是美国最忌惮的武器之一，也是该型导弹首次出现在美国本土周边。俄军曾高调宣布，锆石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9马赫，而射程超过了1000千米。此外，锆石的气动控制系统可以随时改变飞行路线，能在稠密的大气层内实施5到8马赫的高超音速机动，令现役的反导系统无法预测弹道，难以对其进行有效拦截。也就是说，喀山号核潜艇如果在距离美国180千米的位置发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不用2分钟就能够打击美国沿海城市。尚且不论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能否拦截，恐怕连反应的时间都不够。要知道，喀山号这次是公开的出访行动，是暴露在美军聚光灯下的。如果是秘密行动的话，美军不一定能够发现它的行踪。在隐蔽性方面，喀山号的艇体采用高强度钢建造，具有很强的耐压能力，安全下潜深度达到520米，最大下潜深度可以达到600米，可以完全躲避美军的空中侦察。此外，它还集成了俄罗斯多年来在降噪方面所取得的最新技术，使得高速航行的噪音可以控制在100到110分贝左右，只比90分贝的海洋背景噪音略高。即便是敌方使用被动声纳设备，也很难探测到它。可见，俄派喀山号核潜艇出访古巴，威慑美国的意味是非常强烈的。如果美国一再挑衅，触碰俄罗斯的底线和红线，那么俄罗斯也有能力针对美国的本土进行反制。虽然美国方面多次强调不认为俄编队访问古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但是仍对俄海军舰艇编队动向高度关注。据美国媒体报道，俄海军编队刚出现在大西洋，美国及盟友就派出大批战舰、飞机全程跟踪监视。6月12号，美军就出动了2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和 P-8A 反潜巡逻机进行监视。There's no way the U.S. Navy is going to let Russian warships operate in its backyard without keeping very close track of them. Second, this is a chance to gather intelligence on the Russian Navy. So the Navy has had 2 destroyers plus 2 ships that are equipped with a special kind of sonar that you tow behind you and get down deep where the submarine is operating,
plus maritime patrol planes to shadow this Russian flotilla as it comes across the Atlantic. And it's 不过，美国航空家网站指出，美军可能难以获得较多有用信息。俄海军编队中配备有噪音较大的支援船，能够掩盖2艘主力舰艇的声学特征，干扰美方侦测。我个人认为俄罗斯方面事先应该做了准备，比如说在一些很秘密的直接关乎舰艇的指挥包括一些火控的传输的一些电磁的信号，是不可能轻易向美国方面展示的啊。日前，俄罗斯派出海军舰艇编队访问古巴，这也是冷战之后俄罗斯潜艇首次出现在古巴。那曹先生，此举是在向美国发出怎样的信号？那您觉得会在加勒比海进行哪些科目的演练呢？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部署在了美国的家门口，他要显示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军事大国，仍然是一个对美国构成威慑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舰艇编队在访问古巴的途中呢，还进行了相关的军事演习，使用了就是它的高超音速的导弹锆石和它就是能够远距离打击的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的口径巡航导弹。那这些武器装备呢，是演给美国看的，是演给北约看的。现在俄乌冲突好像都集中在欧洲的战场上，但是现在俄罗斯把军舰、把编队开到了美国的后院，开到了这个美洲。那下一步他还要访问呢？他可能还要去南美洲以及他现在在就是中东和埃及的水面舰艇的联合编队的演习，还有和这个叙利亚空军的演习这是在中东那他也不排除未来还在亚太地区也会和他的盟友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国家搞相应的军事演习这也是向美国和西方传递信号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博弈会在全球更多的地点展开，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而且这种博弈更加的激烈。在俄喀山号核潜艇停靠古巴的第2天，美海伦娜号核潜艇则在关塔那摩湾悄然浮出水面。有报道称，这不禁让人想起冷战时期美苏潜艇之间的猫鼠游戏。曹先生对此如何分析？因为这次俄罗斯的舰艇和潜艇它并没有同一个时间到达哈瓦那，因为在他们演习之后呢就分开了，就是舰艇编队呢是先期2天到达的哈瓦那，而潜艇呢它是行踪不定的，所以美国一直没有找到它的行踪只是它要进港的时候，在12号的时候才发现了这艘潜艇，所以我们看到美俄之间实际上已经在水下展开了猫鼠这样的游戏。是共和党提出，你现在这个在就是民主党的领导下，现在使美国越来越衰弱，因为20-30年了，俄罗斯都不敢把自己的舰艇开到美国的家门口，而现在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但是这个民主党而言，他们也不甘示弱，他们说，那现在来的这些舰艇作战力量也不是很强我们也进行了跟踪监视但是无论他们两党怎么说，都展示了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已经可以抵达就是美国的后院，而且现在他们的这个潜艇的博弈不再是美国去对俄罗斯的侦察监视和威胁，而是反过来俄罗斯的潜艇已经到了美国的后院，因为现在来的是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你怎么能保证战略导弹核潜艇不在附近游弋呢？因为核潜艇的游戏规则是让你知道我的存在，而不让你知道我在哪里。日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再次就台海局势说3道4。中国国防部警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打独促统不停步，挫败外来干涉不手软。那么，美国五角大楼推动的复制者项目暗藏怎样武力介入台海意图？环太2024军演即将拉开帷幕，将演练击沉4万吨级准航母，又释放什么信号？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近日妄言，如果解放军攻台，美军将启动代号为“地狱警官”的战略，部署数千艘无人潜艇、无人水面舰艇和无人机，将台湾海峡变为无人地狱，为其伙伴部队争取全面反击的时间。帕帕罗还表示，暂时无法透露“地狱警官”战略的细节，只是强调这是现实且可行的。他的这一番话来源于他的前任前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那说要在台湾海峡呢24小时之内呢用这个无人平台识别和打击1000个目标，而且呢是用 AI 人工智能去控制的。到了这个帕帕罗这儿就变成部署数千个无人平台了。那这一变不要紧呢，从这个军事上来讲是谬误千里。这种轻率反倒暴露了他的整个发言非常的无知，暴露他现在这届班子是非常虚弱的。而在此前，美国总统拜登也扬言，如果台海两岸发生军事冲突，不排除美军介入的可能性。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回应称，我们敦促美方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野心和危害，切实恪守不支持台独的承诺，停止以任何方式发出严重错误信号，避免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练兵备战不停歇，打督促统不停步，挫败外来干涉不手软，坚决完成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使命任务。美国《华盛顿邮报》还指出，一些公开的迹象表明，美军的地狱警官战略正在取得进展。早在去年8月，美国副防长希克斯就提出了一个和地狱警官战略有关联的复制者项目，即在24小时内用 AI 控制的无人平台，在台湾海峡识别和打击1000个目标。美国国防部将在未来18到24个月内，在多个领域部署数千个自主武器系统，和中国打规模战。今年3月，美国国防部又宣布斥资10亿美元用于复制者项目，即制造大量的无人机、无人舰艇，应对台海局势。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这些新装备的交付时间尚不明确。有观察指出，美军历任印太司令部司令喜欢放狠话，有为了在国防预算中争夺资源的考量。因为要想在军费大蛋糕中切取尽可能大的一块，就必须树立假想敌，强调威胁，展示强硬。显然，帕帕罗是想借搅局台海向美国国会索要军费。此外，帕帕罗的言论还表明，美国将强化印太地区的无人作战能力。去年8月2号，美军就在夏威夷成立了首支部署在印太地区的“死神”无人机中队。而有分析指出，美军如果要打造大数量的无人艇和无人机，必然不可能是“死神”这种较为昂贵的察打一体无人机，而大概率是相对低廉的无人系统。不过，这也会带来较大威胁，不仅可以消耗对手高价值的弹药，还能让对手防不胜防。但事实上，以美国的科研和工业生产能力，根本无法短时间内实现帕帕罗所描述的规模。地狱警官其实就是把台湾普通的民众统统作为美国的炮灰，已经是不加任何掩饰了环太平洋2024多国联演将于6月26号举行，其中击沉塔拉瓦号2栖攻击舰将是这场演习的压轴大戏。这也是10多年来美国海军首次将如此庞大的退役舰艇作为靶舰。据介绍，塔拉瓦号2栖攻击舰满载排水量高达4万吨，被认为是一艘准航母。塔拉瓦号1976年开始服役，自2009年退役后就一直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福特岛。击沉科目是环太平洋系列演习的重头戏之一。美军和盟友使用各种武器对靶舰进行狂轰滥炸，比如在环太平洋2022演习期间，有满载排水量约1.7万吨的丹佛号2栖船务运输舰作为靶舰。观察指出，塔拉瓦号是美国当前可以用来作为靶舰的最大舰只，此展示其与盟友的反舰能力，以及向潜在对手展示反航母手段。
航母有着非常强的抗打击能力，要想在海战中将其击沉，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击沉现代航母到底有多难？反航母作战可以采取哪些战术呢？当前对航母威胁最大的莫过于超音速反舰导弹。只要有一枚导弹突破拦截击中航母，不论是弹射器被破坏、舰岛受损严重、舰体倾斜过大、动力系统停摆，还是飞行甲板被破坏，都会导致航母丧失飞行作业能力，从而无法作战。但被击中的航母由于自身结构的原因，很难真正沉没。美国海军曾在2005年搞过一次航母抗打击试验，靶舰正是1996年退役的小鹰级航母美国号。出于保密的原因，这次航母抗打击试验细节至今没有对外公开，外界只能从美国媒体的报道中获得一些信息。在试验之前，美国海军在舰上、海面和空中布置了传感器，以获得现代航母抗打击的试验数据，为新型航母的防护设计提供最确切的数据。据了解，试验总共耗时25天，美国海军动用了反舰导弹、巡航导弹、鱼雷、自杀小艇在内的所有反舰武器，从空中、海上、水下对美国号航母进行了360度无死角的全方位立体打击。也就是说，美国号航母遭受了除核武器之外的几乎所有常规武器长达25天的狂轰滥炸，最终都没有被击沉。后来还是由工程人员在舰体内部布置了烈性炸药，才将其炸沉。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试验还是在航母自身没有损伤修复人员的情况之下进行的。在航母上有着专门的损管部门来负责航母安全，可对舰体损伤进行有效的管控，比如说灭火、堵漏等工作。而现代航母普遍采用双层壳体，而且内部呢都有着数以百计的水密隔舱。一发导弹命中，往往只能够破坏外层的船体，哪怕是穿透了内层壳，破坏了部分的水密隔舱，进水量也不会导致航母沉没。不过，实战中的航母有着大量的燃油、弹药等易爆物，一旦被命中导致殉爆，那对航母的损坏程度也是致命的。此外，航母在海上航行从来都不是孤狼，一般都是多艘舰艇形成一个编队，仅在防空方面就具有远、中、近防空网。以美国航母为例，第一层是预警机配合舰载战斗机，可拦截600千米以上的目标。一般战术是先起飞舰载预警机，一旦发现来袭目标，舰载战斗机就会立即飞向目标区域实施拦截。第二层是护航军舰携带的标准2和标准6远程防空导弹，可在370千米以内拦截来袭飞机导弹。第三层是改进型海麻雀中近程防空导弹，主要拦截50千米以内的目标。而第四层是海拉姆近程防空导弹，拦截20千米以内的目标。此外，航母和护航舰艇还有着强大的电子战系统，可以对逼近的敌方反舰武器实施干扰和诱骗。因此，虽然现代航母自身没有多强的防护能力，但是要击中它，使其失去战斗力，也并非易事。要想击沉它，就更难了。因此，反航母作战从来都不是以将其击沉作为目标。这种模拟的打击非常有针对性。美国海军啊，并不是说什么时候都对于这个科目啊有非常多的兴趣的，它只是说啊产生了这种目标，它才会重视，它还要拉着它的那些仆从国啊，然后一起来干这个事情。这个实际上呢，在政治上啊，也是为了搞一种裹挟。去年，美国五角大楼以应对所谓中国威胁为由，推出名为“复制者”项目，计划在2年内部署数千架无人机。今年3月，又将建造无人水面舰艇加入此项目当中。那曹先生，您是怎么看美国的“复制者”计划的？复制者计划实际上呢是有2个意图，一个是大国对抗，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信息化、体系化的对抗上呢，美国要领先。我们先看它的大国对抗，因为美国的武器装备，首先呢，它是要保证最先进啊，无论是潜艇、水面舰艇还是飞机，都要甩开对手一代。但是现在达不到，甩不开它的对手一代，那更不要说2代。那怎么办呢？就要用更多的就是无人的装备来进行配合，所以我们看到它要大量的建造和部署相应的无人装备，因为你完全靠有人的装备，美国现在它的国防经费、它的这些科研的水平的支撑是不足的。第二个呢，就是搞这样的对抗，实际上
美国可能也并不能够占先，因为他想通过信息化的领先，他想通过这种无人装备的，就是数量多来达到他对对手的威胁。但是就是事实上，当他把这些装备部署以后，他会发现他仍然不占优、不占强，因为对手的武器装备，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没有被他甩开。况且他是要到别人的家门口去威胁别人，而别人在自己的家门口使用的这些装备，就完全可以在数量上压倒他，完全可以在距离上和体系化的就是这种对峙上压倒他。有观察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一度失去了发展方向，在新一代反舰导弹的研制方面停滞不前。上世纪70年代研制的鱼叉反舰导弹，至今仍是美国及其盟友的主力反舰武器之一。那曹先生，美军现役的反舰武器是否存在威力不足的缺陷呢？其实美军的这个反舰武器呢，它在研制上之所以落后呢，可能是它决策上的一个错误。所谓决策上的错误呢，就是当进入新世纪以后，美国想通过大、中、小3型的武器装备、舰艇平台来甩开对手，就是大型的舰艇要在航空母舰上用福特级的这种搭载无人就是隐身战机的这样的方式来甩开对手。那中型的呢，主要是用隐身的DDG-1000朱姆尔特来甩开对手。那么小型的呢，是想用速度最快的这种滨海战斗舰甩开对手。但是没成想，这3款武器呢，哪个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由于经费都投入到这些主战的舰艇上，而在具体的一些武器装备上，比如说激光这种武器上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还不能够做成激光的这种就是电磁导轨炮，或者是激光武器还没法使用。那么在反舰的武器上，它一直沿用鱼叉。鱼叉虽然进行了改进，也有陆地型的就是装到陆地上来反舰，还有呢就是增程型的，在舰艇上打的距离更远一些，但是它没有搞成高超音速的，没有搞成射程更远的。那么下一步，它即使是在急起直追就是发展这种高超音速的，或者是射程更远的反舰导弹装备到舰艇上，那么美国在短期内还是很难实现。